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网上有段子说，如果一个月给你2万生活费，但老公长期不回家，你愿意吗？婚后3年，我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我老公高颜，更大方些，给的不止2万。我愿意吗？说实话，开始是不愿意的，毕竟一开始我很爱高颜，但高颜不爱我。顾北，我能给你的只有高太太这个身份。这是高颜婚后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她温润儒雅，即便是说这么无情的话，语调仍旧温和。我忍着心里的酸涩，藏着对她多年的爱慕，云淡风轻地说，别的我也不稀罕。高颜推了推金丝边眼镜，眸光微沉地看向我，没再说话。我和高颜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合作伙伴。我们婚后一直都很生疏，他不回家，我忙着创作。只是爱是藏不住的，我从小就喜欢他，看不得他有一点伤心。他因为顾南的不辞而别伤心最久的时候，我衣不解带照顾他一夜。他父亲病逝，家族重担忽然落在他肩上的时候，我陪他风雨同舟，我为他洗手做羹汤，陪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做他的贤内助。渐渐的，他回家的次数多了，不再提顾南，也对我温柔了起来。我更是在婚后第4年怀上了孩子。就在我以为长久的陪伴终于要打败年少的经验时，他的白月光顾南突然回国了。高颜他妈约我在高颜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这是我婚后第2次见到他。他很讨厌我，因为从始至终他都觉得我不配嫁到高家。他心里唯一认可的媳妇人选，只有那个劈腿后抛下高颜和别的男人跑到国外的顾南。他递给我一张支票，语气冷淡，楠楠回来了，你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离开我儿子。我很震惊，我怀孕这事儿是上午才知道的，这消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高颜，他能知道，一定是和医院互通了消息。我在高家人那完全没有隐私。我低头看了看他递过来的支票，足有7个0，很让人心动。我垂着眼眸，没看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语气平和地说，当年顾南逃婚，我是为了全高氏和顾氏的面子，稳固2家的联姻才嫁过来的。你想家筹码？高颜他妈语气很是轻蔑，你和楠楠虽然都姓顾，但真是云泥之别。顾南是我堂姐，她的爸爸是高氏董事长，是家族的掌舵人，而我的爸爸是知名2世祖，养大伯鼻息而活。这么多年，他唯一了不起的事迹就是女儿嫁给了高颜，所以当年我替顾南收拾残局嫁给高颜，在高家人眼里只不过是有所图谋。是，当初我确实是有所图谋。我图高颜，正当我还想和他妈周旋的时候，抬头看见了高颜和顾南一前一后走了进来。高颜平时不苟言笑，此时却不知和顾南在说什么，眼角微垂，神色满是愉悦。我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心口好像被带刺的蔓藤缠绕，疼且窒息。顾南先高颜一步看到我，热情地走过来，拥抱了我。北北，好久不见。他身上有很好闻的香水味，长发柔软顺滑，抱起来香香软软。不得不承认，他有一种常年养尊处优才能养出来的慵懒又贵气的美，这让我多少有些自卑。我的手微微有些抖，内心江潮翻涌。我看向高颜，神情有些僵硬。高颜的神色里似乎透着3分慌张，7分惊讶。顾南没等我开口，又说，我刚回国，生意场上许多事要请教阿颜，为了感谢他才请他来喝咖啡。你别误会，阿颜胃不好，医生嘱咐要少喝一些咖啡。
我脱口而出这句话，有些后悔，这多少听起来有些像是吃醋。高岩他妈在一旁冷哼了一声，医生还说他不能吃辣，不也一样陪你吃了麻辣火锅？是高岩唯一一次主动陪我吃饭，吃的就是我爱的川味火锅。他说平时都是我迁就他的口味，他也想陪我吃一次我爱吃的东西。我担心他的胃受不了，可又不想错过这少见的甜蜜和关心。结果是他的胃病犯了，半夜去了医院挂水。从此我成了高岩妈眼中的罪人。我无力辩驳，眼睁睁看着高岩妈热情地拉着顾南入座。我站在原地，尴尬又无措地看着高岩，他没给我任何解释。随后坐了下去，他们仨很像一家人，而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顾南一回来，我和高岩肯定完了。我心里有些泄气，更有些不甘，但我知道这所有的负面情绪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好事。顾南任性妄为，是我用耐心和青春收拾了这场残局，保护了高岩那颗受伤的心和顾两家差点断了的利益链条。现在让我拱手把这一切好成果拱手让给顾南，不太可能。本着能捞好处绝不手软的原则，我对高岩妈道：“妈，你刚才跟我说的事儿，守卫多加个1我就答应，并且很快做到。什么事？”高岩蹙眉看向我，神色很不愉快。我保持微笑：“这是我和妈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高岩眸光中跳过一丝诧异：“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就在刚刚。我留了个悬念给他们，礼貌的告辞，给自己留了点体面。高岩这人看似温和，其实掌控欲极强，他肯定忍受不了我和他妈之间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接下来怎么收场就看他妈的了，毕竟他绝对不敢告诉高岩实情，因为高岩是个三观极正的人。果然，不出我所料，当天晚上高岩很早就回了家，看见我坐在餐厅吃饭，神色有些不悦，因为我从不会不等他回来先吃晚饭。我扮演着好太太的角色，连忙起身去接他的外套和公文包，以为你今天会有应酬，所以没做的你饭。高岩瞄了一眼餐桌上的辣子鸡，我赶忙说：“你想吃什么？我现在做。”不用了。高岩解开纽扣，将衬衣袖子挽了上去。以后如果我有应酬，会提前告诉你。说完，就拎着文件包进了书房。过去高岩回不回家都不会和我打招呼，但我仍旧尽职尽责地做一桌子菜等他。今天是我婚后第一次没管他自己吃饭，他却突然表示要尊重一下我对他的等待了。原本看见他和顾南出双入对，已经决定要放弃了，可他给出承诺的这一刻，我又有些动摇。高岩他妈后来没再找我，大概是觉得9000万的分手费太贵，毕竟如果离婚，我未必能分到这么多。顾南则变本加厉，开始频繁地来我家做客，常常以工作为借口钻进高岩的书房。我极力压制内心的不愉快，洗了一盘葡萄送进去，推开门，看见的是顾南梨花带雨地扑在高岩怀里。高岩看见我站在门口，神色有些慌张。我没打断他们，悄悄退了出去，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的卧室。半小时后，高岩敲门：“顾北，你开门。”我拉着装好的行李箱，开了门。和高岩面对面站着，气氛冷到极点。他看着行李箱，眉头微蹙，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我深吸一口气，本来我也是替顾南嫁给你的，现在他回来了，我可以搬出去。我伸手推开了高岩，要往外走，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我和顾南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又是什么样呢？他肆无忌惮地出入我家，在我还留在家里的情况下，
钻进了我老公的怀里。那天，妈说顾南回来了，要我让位，只要我和你离婚，就会给我一笔钱。我一字一顿，咬字清晰。高岩，原本我嫁给你就不是为了钱。高岩无比震惊，握着我手腕的手微微一紧。我挣脱开他，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给你送来。北北，你去哪儿？他有些急促地跟在我身后，这是他婚后第一次叫我的小名。被蔓藤缠绕到快要窒息的心，忽然觉得有了一丝呼吸的空隙。从家里出来后，我没敢回家，住进了林阳家，撵走了他新交往的小男朋友。听了我的遭遇，林阳暴跳如雷，坚持让我拿走高岩他妈那张支票。我计上心来，决定再去见他妈一次。他一副早就料到的表情，轻蔑地把支票扔给了我，押着我去医院做手术。林阳他爸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们早就打好了招呼，在高阳他妈面前演了一场戏。他以为这是永绝后患，我和高岩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也不会有一个孩子来和顾南未来的孩子抢家产。可我怎么能够甘心让他得逞？不论是我那颗将死不死的心，还是我这不服输的性格，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并没有按照约定签订离婚协议书，而是从此人间蒸发。林阳则代表我，拿了高岩妈付钱的一半去找了顾南，要求他离开高岩。顾南还是那副人畜无害的表情，优雅且自信。爱情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北北为什么不亲自来？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我应该亲自和他说清楚。林阳没说话，把服务员刚送来的咖啡一整个从顾南的头顶浇了下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顾南大惊失色，他尖叫着站起来，却被林阳狠狠甩了一记耳光。你有什么脸谈爱情？别人的老婆怀着孕，你却逼走人家想上位，那不是爱情，那是无耻。这一声指责成功引来众人侧目，窃窃私语声让顾南的脸红到了脖子。林阳打击别人，从来都是致命的。我听着他描述当天的情景，没忍住笑了。虽然我武力值偏弱，但你真是满格 buff。林阳颇为得意地扬了扬眉。高岩公司新品发布会就要开了，这节骨眼要是传了绯闻，你说董事会会怎么样？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迅速点开了微博。高岩和顾南喜提热搜。我这个高太太的知名度是很高的，除了常陪着高岩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之外，更以新兴作家身份同他合体秀恩爱，捞过一笔金。所以高岩他妈惹到我，基本等于无脑了。舆论甚嚣尘上，即便高氏砸了钱压下去，但我仍然有人脉，能够小火慢炖让这件事持续发酵。我一直躲在屏幕后面，看股价的跌涨，惹了聪明女人，真是倒霉一辈子。林阳看着暴跌的股价，笑得前仰后合。高氏和顾氏的利益一直连接在一起，出了这样的事情，顾氏也受了很大的牵连。听说我大伯狠狠教训了顾南，可顾南却不依不饶，声称只要找到我，办了离婚，一切就重新步入正轨。正轨这个词用得我直恶心。从我离开家开始，高岩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个微信。我反复拿起手机，点开我们的对话框，内容还停留在我出走之前一天。我问他晚上吃什么，但他没回。顾南却隔三差五会发一条朋友圈，有时候会拍到高岩棱角分明的侧脸，有时候是他的公文包，还有今天这条是高岩站在湖边看落日的背影，配文爱就是兜兜转转也走不散。我觉得胃里一阵翻涌，干脆屏蔽了他，决定不再看关于他们的任何动态。我出国了，
肚子里带着高岩的孩子，世界有多小呢？小到我出了机场就遇见了梁安，那个当年把顾南从国内拐走的男人。梁安看见我似乎并不意外，热情地送我去了住处，还亲自为我做了一顿饭。你们为什么分手？我还是没忍住，很不礼貌地问了梁安这个隐私问题。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可长大后有很多年没有联系，这话问的确实突兀了些。梁安给我倒水的手一顿，没有回答，反而问我：“你不是怀孕了，为什么要出国？”养胎。我隐瞒了真实情况。梁安挂起玩世不恭的笑容：“不会是顾南一回去，高岩这个大怨种辜负你了吧？”我垂下眼眸，没看他那双赤诚清澈的眼睛。没事，哥有钱，帮衬你养个把儿子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可以就在这养着，拖死他们俩。梁安语调轻快，还透着点八卦的欢乐。你没离婚吧？我摇了摇头，我还等着给他们送去惊喜呢，怎么可能离婚？梁安眼底似乎闪过一丝失望，然后说：“高岩要是知道你怀孕了，应该也不会再和顾南重修就好了。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别告诉他。”我急忙道：“你难道还想上演什么总裁夫人带球跑的戏码？几年以后回去给他个惊喜？”梁安剑眉一挑，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当年你明知道他喜欢顾南，还偷偷喜欢他，为了他苦学英文，考入外交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病。没想到你现在不是有病了，而是有大病了。放着前途光明的外交官不做，偏偏做什么狗屁高太太，如今还唱这出带球跑。高岩的理想是做外交官。”我轻声回答，思绪拉回到了少年时期。高一迎新大会上，高岩作为学生代表站在台上做表态发言，他镇定自若，金贵优雅，侃侃而谈的气度一下就将我吸引了。谈及理想时，他说：“我以为中华民族而奔走呼喊的顾维钧先生为榜样，愿长大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那一句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令我振聋发聩。站在台上闪闪发光的他，就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晦暗的人生。15岁之前，我怨恨父亲毫无骨气养人鼻息活着，埋怨母亲软弱毫无主见，但自己又完全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只能在父母的引导和催促下，跟在顾南身边，做他的陪衬，听他的差遣，过着得过且过的人生。直到那天，我忽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想要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之后，因为顾两家的关系，也因为顾南和高岩的青梅竹马关系，我常常能和高岩接触。他敏而好学，也乐于施教，时常辅导我功课。顾南没少因为这件事和他吵架。后来我考上了外交学院，但他却按照家里的意愿读了商学院。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高岩送了我一本牛津字典。顾北，我很羡慕你考上了理想院校，希望你能不忘初心，在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在大学的4年里勤奋苦读。然而最后，我还是为了他而放弃了这个因为他而萌生的理想。在顾南抛下一切，勇敢追爱的时候，为了顾家，也为了自己的私心，我嫁给高岩，做了全职太太。大学毕业到现在还不到10年的时间，可对我来说却仿佛隔了一世。我和梁安说还想重新读书的时候，他一脸诧异：“你怀着孕，备考是不是太辛苦了？”我不以为意，我最擅长的本就是吃苦。
我算了下时间，参加考试的时间正好在我的预产期前。等成绩的过程中，我应该正好完成了生产和恢复，一切都不耽误。梁安好言相劝，但又深知我执着的性格，虽然无奈，但仍然尊重我的决定，并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了帮助。备考的几个月中，我一直没有任何动态，也压制着自己不要好奇地去探究顾南的朋友圈，以免知道他和高岩的动态影响情绪。我在备考期间顺带着出了一本书，开了一次线上直播。直播中，我对于粉丝提出的婚变问题闭口不谈，并在最后下播之前站起来，显露了孕肚。这一小小举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高岩抛弃孕期妻子，和前女友旧情复燃的新闻再次登上头条。集团掌舵人婚变，财产分割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影响。高氏股票再一次发生波动，故事也被牵连其中。终于，我大伯坐不住了，亲自打了电话来。他省去一切没有用处的寒暄，单刀直入：我已经给楠楠施加了压力，并且为她安排了婚事，她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婚姻。我希望你尽快回国，和高岩重修旧好。我沉默了片刻。大伯，我知道这场婚姻不仅仅只是我和高岩两个人感情的连结，我也并没有想过不负责任地结束这段婚姻。之前关于我们三人的关系，林阳也代表我和堂姐进行过很正式的交涉。堂姐坚定自己追逐爱情的信念，要和高岩在一起。我没有办法，只能躲到国外，维持这段婚姻的同时，也为他们腾出空间。这是我能想到的，既顾全高顾两家利益和体面，又成全堂姐爱情的唯一办法。我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实在是无法再回去面对他们两个人给我的背叛。大伯，我从小是在您身边长大的，您一直对我疼爱有加，我相信您一定不忍心看着我在一个已经无法修复的婚姻躯壳中苟延残喘。我用最弱势的语气打了最真诚的感情牌，做了最坚定的拒绝。我大伯是一个体面人，话说到这，如果他仍旧坚持自己的提议，就会撕破自己的体面，也打破了自己仁爱宽和的标签。一个成功人士最怕的就是人设崩塌，即便大伯参透了我的小心思，也绝对不会做任何冒险。他只能压制心中的火，放过我。大伯找到我之后，顾南很快便知道我在国外一切都是梁安在帮忙照顾。我听见他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对梁安吼：顾北有什么好？他家境不好，样貌不好，性格懦弱又恋爱脑，你们一个两个都喜欢他什么？梁安将手机抻得老远，等他吼完了，才不紧不慢地说：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待人真诚，他真诚。顾南冷笑，声音里充满了讽刺和不甘。他和他妈一样，就是绿茶，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讨男人的欢心。以前明明知道我喜欢高岩，高岩也喜欢我，偏偏做出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缠着高岩请教问题，让高岩慢慢变了心，最终如愿以偿，嫁给他。现在知道我们分手了，又装出弃妇的模样去博你同情，他就是喜欢跟我抢。梁安很不耐烦，从小到大，喜欢和别人抢东西的明明是你吧？说完就挂掉了电话，略有些不安地看向我。他一直就这么任性，口无遮拦。你别理他，出国之后和你偶遇，又一直承蒙你的照顾，也许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确实像是我故意的。我垂了眼眸，我了解顾南，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一直这样被你照顾，我也确实有些过意不去。梁安赶忙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不是姐弟胜似姐弟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梁安比我小2岁，看起来玩世不恭，但却是个很有责任心也很仗义的人。其实从小到大，我都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感情中掺杂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不说，而我又满心满眼都是高岩，也不愿意多想。但是刚才顾南的话却提醒了我，如果我猜测的没错，那么现在这样仰仗着梁安的照顾，确实有点绿茶。不论我和高岩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都是他孩子的妈妈，短时间内很难对梁安的感情做出回应，所以我不能再心安理得地承受他给我的好，给他任何可能的信号，耽误他。我决定最后1个月的备考时间在国内度过。我留了一张银行卡，并给梁安留了言，表明自己的决定，并感谢他的照顾。下了飞机后，梁安打了电话过来：“顾北，你给我留钱是什么意思？和我撇清关系。”我沉默了片刻，卡里的钱是我这半年的房租钱，可不是为了感谢你的。作为朋友，你帮我不是义气吗？梁安吸了一口气，语气中颇多无奈。你真是从小到大都没变，一丁点也不愿意欠别人的。是啊，一直寄人篱下，让我总是惶惶不安。所以当我稍有能力的时候，就想还清所有人给我的人情和馈赠，以换取自己的心安理得。回国后，我没有回家，而是自己租了一间房子。林阳不忙的时候，会来看看我，陪着大肚子的我去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结束后3天，我就胎动。林阳忙前忙后，陪着我去生产。生产的过程于我而言，仿佛一场噩梦，剧烈的疼痛和无助几乎令我崩溃。可当儿子咕咕落地时，所有的一切辛苦又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喜悦和欣慰。3个月后，经过统一面试和院校复试，我成功地拿到了母校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重新返回校园。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我去找了高岩。我抱着孩子进公司的时候，前台小姐姐惊掉了下巴：“夫人，高总现在正在开会。”我点了点头：“没关系，我在休息区等等他。”小姐姐连忙带着我去了休息室，又端来了热水，也很热情地看了看我怀里还在睡觉的小宝贝。我的出现引起了公司的轩然大波，大家虽然不敢公然讨论，但都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也忍不住用吃瓜的表情看向从会议室走出来愣在原地的高岩和顾南。堂姐，现在入职高试了吗？我熟络且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仿佛我们之间毫无隔阂。顾南脸色变了几变，才终究稳下神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3个月前。我看向高岩，家里的指纹锁换了，我没进去，不得不来公司找你。高岩侧目看了顾南一眼，略带不满，随后带我回了他的办公室，回手关门，将想要跟进来的顾南搁在了门外。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怀里的孩子身上，似乎是极力压制着某种情绪，问道：“顾北，你是要和我办理离婚手续吗？”我没说话，沉静地望着他，看见他手背的青筋渐渐凸起。我知道他是在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愤怒，但我并不明白他的愤怒来自于哪里。看我不说话，他将身体向身后椅背一靠，再次开口：“你在同我的婚姻存续期内生了别人的孩子，这也是违法。”我生了别人的孩子？我不急不缓地反问，将孩子抱到他面前：“我生了一个和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别人的孩子。”高岩的目光落在孩子沉睡的小脸上，目光渐渐地柔和下来。他忍不住伸手去摸了小家伙肉嘟嘟、粉嫩嫩的小脸，这一摸却将他摸醒了。
原以为被吵醒了他会哭，却不料他在看见高岩的瞬间，咧着小嘴笑了，一双肉嘟嘟小手向高岩伸了过去。高岩有些僵硬，顿在原地。我在包中拿出了早就找了律师团队拟好的离婚协议，放在了高岩面前。那天你看见我和高夫人坐在一起，是他来找我，要给我一笔钱，让我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和你离婚。我将妈妈这个称呼替换成高夫人，表明了自己想要和高岩结束婚姻的态度。高岩盯着桌子上的离婚协议，眉头紧锁，片刻后开口：“北北，我们从前很多年里都是我听你说，今天希望你能耐心地听我说。”我语气温和，一面哄着怀里的宝宝，一面认真地看向高岩。我拿了高夫人给我的钱，我很诚恳地看向高岩，并用这笔钱去和顾南谈判，希望他拿着这些钱离开你。他没要。我又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是高岩他妈给我的那笔钱。我开始出国的时候身无分文，确实用过这笔钱。但是后来我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又出了新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自己的生活，便把这里的钱补齐了。顾南没有要这笔钱而离开你，说明他确实与你是有真感情的。我走以后，你们同居了吧？家里门锁原来录入的我的指纹，是顾南删除掉的吧？北北，你听我解释，顾南是常去我们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同居。高岩有些慌，我很少看见他说话语调如此急促。我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这些不重要了。当年原本该成为夫妻的是你们，现在他迷途知返了，我应该让位，不是这样的。北北，我打断高岩，不准备让他说出任何一句话，因为在看见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定。你爱过一个人很多年，不会那么轻易就死心的，感情和理智是两回事。我也很怕自己会被他的甜言蜜语冲昏头脑。我又接着说道：“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顾南，我走不进去。现在我有孩子了，就当是给我过去的青春和曾经无望的守候一个交代。我们离婚，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孩子归我，我不想离婚。”高岩斩钉截铁：“你放心，短时间内我不会对外宣布离婚的消息。等到高氏一切运转有序，等你这个重要项目落地之后。”顾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不然呢？我盯着他反问。你要我顶着高太太的名头，困在有名无实的婚姻里，为你撑着体面保着高氏，看着你和顾南相亲相爱吗？高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不是神。我从15岁爱上你开始，到今天的15年间，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说到这，我的眼泪忍不住翻涌，声音哽咽。高岩站起来，高大的身姿笼罩住我，他低头看向我，声音温和：“顾北，从始至终，我爱的人只有你。你离开的这些日子里，我反复问自己，我到底爱着谁？我一直以为我爱顾南的明艳活泼，爱他的勇敢热烈，因为那是我缺少的品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可从你第一次和我说你也想成为外交官，并为之不断努力的时候，我便被你吸引了。我看到梁安每天缠着你会生气，我看着你被班级许多男生喜欢，照顾会生气。你温柔、坚强、善解人意，你有理想抱负，又甘愿为自己爱的人放弃一切。你从小生活在不公平的环境下，却仍然有一颗宽和温柔的心。这所有的一切都令我自愧不如。我不敢承认自己是爱你的。我震惊地站在原地，心有一瞬间乱了。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如果是1年前顾南回来的时候，
高岩和我说了这一番话，我一定不会做出后来的一切决定。我会好好和他生活在一起，会做合格的高太太，做一位好妈妈。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我不会因为男人的几句甜言蜜语就改变自己的计划。但是高岩，我不爱你了，我斩钉截铁地说道，指了指桌上的离婚协议。这份协议除了孩子的抚养费，我没有多要你任何补偿，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也是给我们这段婚姻最后的尊重。顾北，我甩开高岩上前拉住我的手，我相信你说的爱我的话，只是我现在不需要你的爱了。一个爱我的男人不会一整年都不找我，更不会在我离开的时候带着别的女人回家。高岩想要扑我，但我不接受。虽然我心里对他说爱我的话很受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迎面对上了等在门口的顾南。顾北，你凭什么偷偷生下孩子来威胁他？顾南疾言厉色，完全不顾及公司还有许多人在默默吃瓜。他从来都是这样，任性且跋扈。我淡定地看着他，我是来和他离婚的，不是来威胁他的。顾南，我用5年的青春成全了你的任性，现在又用余生成全你们的爱情。这些是我对大伯养育之恩的报答，不是我作为堂妹对你的成全。提起大伯，似乎踩了顾南的雷点，他暴跳如雷。你还好意思提我爸？你知不知道，我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你不过是寄养在我家的外人而已。凭什么你四处讨他的欢心，让他疼你比疼我还多？你想读外交学院，爸爸就花重金给你请老师补习英语；你想要学钢琴，爸爸就买一架钢琴给你。林阳爷爷的寿宴，我才应该代表顾家和爸爸一起去，最后却是你讨巧卖乖挤掉了我。林阳和我家才是世交，他应该是我的好朋友，凭什么被你抢走去做了闺蜜？还有梁安和高岩，我才是顾家的大小姐，他们应该喜欢的人是我，而不是你。我无比震惊地看着他，又听他持续输出。当年我偷看了高岩的日记，知道他喜欢你，所以才想方设法讨高伯母的欢心，让他选我做儿媳妇。梁安喝多了酒说喜欢你，所以我趁他喝醉了拿下他，让他没有颜面再去追你。可谁知道，我前脚出国，你后脚就嫁给了高岩。我忍耐了4、5年，直到你怀孕了才赶回来拆散你们。我就是想要看着你被迫打掉孩子，像丧家犬一样被高岩甩掉。我深吸了一口气，稳定了情绪。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高岩确实一脚把我踢开了，希望你们幸福。此时听到这些狂妄发言的高岩，已经完全丢掉了往日的沉稳，冲出来喝止顾南。顾南，我们一直都是少时的兄妹情谊，我从来没有在婚姻存续期内和你做过什么越轨的行为，我也不想和北北离婚。顾南脸色变了几变，像吞了苍蝇一样。我猜他们还是做了什么越轨行为的，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顾南为了自己的名誉不能承认。我从来没想过，原来高岩竟然是这样为了推卸责任能够随意伤害别人的人，内心对他仅存的缱绻荡然无存。我看向顾南，堂姐，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想过同你抢什么，大伯更关爱我一些，是因为我有一个嗜赌如命，一不顺心就会对孩子大打出手的爸爸。他可怜我小小年纪，什么都没做错，却要承受这样的伤害，所以为他那不争气的弟弟承担起了抚养我的责任。培养我学钢琴，是因为当年顾氏和林氏生意上需要合伙，伯父需要得到林老的认可。林老喜欢会弹琴的女孩子，
大伯父本来是想要你这个亲生女儿在临老寿宴上献娶，可是你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顾大小姐，怎么能为了讨别人欢心去做这种事？为了不让大伯父为难，我才说自己喜欢弹钢琴。大伯父从始至终都是更想把你培养得很优秀，可是你任性跋扈，他只能将这个培养女儿的热情倾注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给我1分投入，我能给他10分回报。至于林阳，是因为我对他真诚，而你总是有意无意和他攀比，他才不喜欢和你在一起玩。梁安和高岩喜欢我这些事，我是从来都不知道的，就从始至终一直在抢别人东西的，不是我。说完这些话，我扔下了愣在原地的顾南，和想要挽回我的高岩走了。再后来，高岩常来找我，希望和我重修旧好，但我态度坚决，不给任何活口。高岩他妈在看破了顾南的真面目后，倍感后悔，也放下架子来找过我。我很礼貌也很客气地回绝了他：“你别那么小心眼，作为长辈，我已经向你低头了，你还想怎么样？”高岩妈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但口气有些发虚。我很礼貌地笑了笑：“高伯母，我和阿岩的缘分已经尽了。虽然不再做高氏的儿媳妇，但是宝宝仍然是高氏的孙子。我不会剥夺您看孙子的权利，也不会把这段不愉快的婚姻经历灌输给孩子。我和阿岩还是宝宝的父母，孩子会健康成长，也不会分割高氏的利益。”面对我的彬彬有礼，高岩妈就算再跋扈，也说不出什么。可我并不是那么人畜无害。在林阳的帮助下，我请了很强悍的律师团队，在这场婚姻割据战中，几乎分走了高氏的半壁江山。我儿子还有高氏的继承权。3年后，我顺利毕业，通过选拔考试，重新踏上了外交官之旅。我并没有选择和一直守在我身边的梁安走到一起，也没有和高岩交恶。虽然我们是离婚关系，但是高岩因为心存愧疚，一直对孩子和我都很好。他并没有对我分走高氏半壁江山有任何怨言，还将之前高岩妈给我的支票重新还给了我。而顾南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24岁到30岁。也许是我人生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卑微地爱着一个人，走入了一段不合适的婚姻，但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用最缓和的方式给了高岩和顾南应该承受的惩罚。往后的日子里，我一定要承认自己的价值，清醒而坚定地过好我的人生，才不枉费我年少时吃了许多的苦。番外，顾北，我能给你的只有高太太这个身份。这是婚后我和顾北说的第1句话，他很不以为意，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别的我也不稀罕。”我心像被人狠狠捏了一下，看着他那张文静却明丽的脸，半天说不出话。婚后很久，我都觉得顾北是为了顾氏勉强嫁给我的。直到我爸去世，高氏面临巨大危机时，即便顾氏已经有了想要和高氏解除合作关系的意图，但顾北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留在我身边。那以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已经忘记了梁安，爱上了我。我们终于有了夫妻之实，也开始有了夫妻之情。顾南却不怀好意地闯入，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第1次看见顾北吃醋，是他撞见了我和顾南一起进咖啡厅，他柔声细语地对了茶言茶语的顾南，晚上还故意没有做我的饭。都说男人分辨不出绿茶，其实不然。顾南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暗讽顾北和我的不般配，他借着生意的缘由接近我，每一次都是想要和我旧情复燃。可我从不揭穿他，因为想看我那位得体优雅的太太，
到底会不会为了别的女人的闯入大发雷霆？顾北确实是一个得体的太太，即便顾南登堂入室，她也以礼相待，没有说过一句怨言，甚至不拒绝我任何一次同房，就连离开我的时候都没说一句重话。那天妈说顾南回来了，要我让位，只要我和你离婚，就会给我一笔钱。高言，原本我嫁给你就不是为了钱，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给你送来。他语气温和，眸光中没有任何波动，但咬字十分清晰。挣脱我那只握住他手的力气也很大。他从此之后从我的世界消失了。我去找过她的闺蜜林阳，打听她的下落，迎来的只有林阳的一记耳光。你这种渣男不配再见到北北，祝你和顾南天长地久。我也去顾家找过他，他那对不负责任的父母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顾北是个聪明又有主见的女孩子，如果她铁了心不想让我找到她，我是一定没有办法的。我只能逼着她自己出现。于是我不再拒绝顾南的靠近，甚至对他发那些引人遐想的朋友圈也不加阻拦，偶尔还会点赞。我想，如果顾北心里真的有我，看到这些一定会大发雷霆，一定会找我问个究竟。可半年过去了，他都毫无音信。每次拿起电话，想要给他发微信，却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总是打了很多字又删除，反反复复。我开始力不从心，工作上频繁出现错处。直到顾南发了一张北北挺着孕肚和梁安一起逛超市的照片，我忽然觉得天崩地裂。顾南扫了一眼烟灰缸里堆积的烟蒂，提醒我：顾北和梁安，你和我才应该是恋人。我挑眸看他，藏不住的厌恶。我和他是众望所归的一对。年少时，我也以为自己喜欢他的明丽活泼，所以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即便后来发现早就爱上了顾北，也没想过悔婚。是他抢走了顾北的梁安，现在又回来，想要打破我们这段已经尘埃落定的婚姻。我厌恶极了，可甚至他的跋扈，不想和他浪费口舌，用沉默回应了他：你就那么爱顾北吗？顾南软下声音来，趴在我的膝头，像年少时的许多次一样，深情地抬头望着我。阿言，你其实是爱我的，对不对？只是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你习惯了顾北的陪伴。没关系的，我能等，等你再次习惯和我在一起。顾南生得很美，有一双潋滟秋水一般多情的眼眸，他只要那样望着男人，说一些软话，是一定会让人溺毙其中的。可我更爱的是顾北那双沉静而清澈的眼眸。我将他推开，站起身：顾南，我们不可能了。虽然我妈喜欢你，还给了你我家门的密码，让你出入自由，但这并不代表我会接受你。如果你喜欢住在这里，我可以搬走。说完，我拎起西装外头，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我没有再回家，而是住进了酒店。我和顾北再次见面，是在我的公司，他怀里抱着梁安的孩子。我极力压制着怒火，质问他：顾北，你是要和我办理离婚手续吗？你在同我的婚姻存续期内生了别人的孩子，这也是违法。我生了别人的孩子。他不急不缓地反问，将孩子抱到他面前：我生了一个和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别人的孩子。看到孩子的一瞬间，我如遭雷劈。顾北那天和我说了很多话，我忽然知道了事情的全貌和真相。原来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在暗恋与猜测之中错过了一整个人生。他礼貌而矜持地拒绝了我的表白，不再对我有任何留恋。离婚之后，我元气大伤，根本无法再住在我们曾经的家里。我决定搬出去。搬家的时候，
却无意中发现一本日记，是北北的恋爱日记。阿言今天陪我吃了麻辣火锅，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要陪我一起吃我喜欢吃的东西，我真的很开心。可他却因此犯了胃病，去医院挂水。以后我一定不能再这么任性了。看着他因为难受而惨白的脸色，我好心疼。阿言今天第一次带我去参加了酒会，虽然他一直很忙，没有时间顾及我，可是能远远看着他发光发热，我就很开心呀。顾南回来了，高妈妈要求我打掉孩子，离开阿言，我做不到。一本日记，每一篇每一句都有我的身影，记录了他从无望深沉的守护，到最后失望透顶的放手。我的心像被无形的藤蔓缠绕，疼痛且窒息。后来我争取过很多次，可是顾北却再也没有给过我任何回应。我甚至很难见到他，偶尔会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看见他沉静优雅的身影。我失去了一生中最爱我的女人，她不再爱我时，宛如空中皓月明亮皎洁，而失去她爱的我，晦暗而无光。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